么名字，孩子 ？Frank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想知道你们都要什么样的人。机械师、军械师、无线电技师、降落伞修复检验员、面包师、厨师、军需官、摄影师、书记员、气象员、医生、护士、牙医，甚至还有牧师。天哪！你们是在招募一支小型空军？没错，我一边同你谈话，也在一边准备着我需要的采购清单：弹药、氧气、飞行服、6吨重的卡车、刀片、剃须膏、袋子、耳麦，只要你能想到的，单子上都有。明白了，你们是要从无到有，建立一支小型空军。正确。可我关心的是路费谁付，伙食标准是什么，房租谁付，有没有热水，使用的是公厕还是个人盥洗室，有没有牛肉、鸡肉、猪肉。Frank， 我建议你还是先看完招募简章之后再来跟我谈。你所关心的问题，这上面都有。下一个。报告长官，我叫迪克，是驾驶 P-40的上尉飞行员。说实话，我需要钱。迪克上尉，你倒很直接啊。你不会介意我这样跟你说，对吧？截止到目前，你飞 P-40有多少个飞行小时了？950个飞行小时，在整个飞行连队里，我排名第4。第4。我很怀疑你的司令官会放走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。哦，我可管不了那么多，因为现在我真的很需要钱。可据我所知，一名美国空军上尉的月薪并不少，我说的对吗？说的没错。我们现在可以算一笔账，我现在挣210美元，你们给650美元，我每个月可以多挣440美元，我太需要这笔钱了。不瞒你说，我离婚，欠了大笔的债务，所以航空队命令我做出一个向债主还债的计划，否则就会予以处分。我每个月都不得不向司令部报告，我向每一位债主偿还了多少钱，我都快要发疯了，这都是钱逼的。好了，小伙子，现在你需要想好办法去说服你的司令官放你退役，否则我就没办法带你走。不过我建议你可以这么办，对我来说，飞行员是副业，我的真正爱好是画漫画。我的作品《燃烧的史密斯》讲的就是一名胆大包天的飞行员历险的故事。我感到我的创作灵感已接近枯竭了，所以我选择去中国，以便能够获得大量的连环漫画素材。不错，你画得很好，很有创意。还有你想去中国寻找灵感，这主意简直棒极了。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，你的名字就叫燃烧的史密斯吗？我叫马修，少尉飞行员。我之前是飞侦察机的，今年21岁。我叫克拉克长官，是一名战斗发烧友。我最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和纸上谈兵。我选择中国，完全是因为那里有仗打。孩子，你恨你的敌人吗？我恨敌人，长官。你愿意叫敌人血债血偿吗？我愿意叫敌人血债血偿，长官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真正的打仗是要死人的。我死不了，长官。我经历过10起车祸，3次飞机坠落，
一点也不怕打仗。我渴望能够指挥一个飞行中队。3次飞机坠落，其中2次是在滑翔学校，另一次就在3个月以前。当时的情况是，我驾驶的炮兵校正机掉在了水塘里。哦，水塘可是一架飞机坠落的最好地点，上尉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。是我的荣幸，长官。你是随军神父？是的，我是。我父亲也是。事实上，我父亲30年前就去中国传过教，并在那里待了11年，所以我受父亲的影响很深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梦想着能够去中国。你会说中文吗？我父亲在家时常用中文交流，所以是的，我能说中文，但我不会写。雷蒙先生，看来你天生就是为我的志愿队准备的。一切都是主的安排。其实我当时正准备休假，凑巧看到了你们的海报。神父，我打算让你担任整个志愿队的第3把手。你是否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呢？我们总共有100多号人，而且他们形形色色。我需要你帮我管住他们的身体和精神。那是我的荣幸。我能知道谁是第2把手吗？当然是我了。哦，那谁是第1把手？当然是主了。主将永远带领着我们。少校，请您签个字。您看。好。克莱尔，进展如何呀？好的。宋博士，已经签下了110名飞行员，150名地勤人员。只是很可惜啊，现在我们最紧缺的是参谋人员，但是美国军方的态度十分坚决，他们竟然连1个人都不肯放。这已经不错了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。日本情报部门已经在关注此事了，我们尽快变更他们的身份签证。银行家、音乐家、学生、公务员、体育记者，什么都可以。记住，就是不能与飞行有关系。明白。我认为，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，第1批应征人员可望于下月初从旧金山登船出发。实际上，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支第1流的小型空军。宋博士，请相信我，他马上就要飞出这间办公室了。哎，就这儿，瞧瞧，给咱们轰炸机预备的，这就叫草船借箭。瞧瞧，哎，这可是最大号的改装航弹，咱得找人把它给拖上来，看这引信是不是好的。坏了没有关系啊，引信好搞定啊，我们那里呀有美国寄到的。哎，对了，我还要问你，我听我们服务团从缅甸回来的人说上校要从美国请一帮少爷兵过来。美国人，哪国人都不行。指望他们跟咱一样玩命啊？想都甭想！哎，那不如把飞机给我们了，在他们手里浪费了，没有用的啦。哎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待会儿找人给拖上来。还是高大作说的对，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。当心啦！没事，我在这儿他不敢炸，忙小心点啊！各位同学，下面有请飞行泰斗杜队长训话。严重了啊！
飞行泰斗绝不敢当。哎，杨明达，你敢叫你自己叫飞行泰斗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人家爱叫什么叫什么呗，叫什么我都愿意听，来随便叫。张明礼，你觉着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泰斗一，也就是命大，狗死一生，能活下来都是泰斗啊。陆队长，泰斗；张明礼，泰斗；杨明达，泰斗。哎呀，现在这帮学员比他们上方校时候活泼多了。杨明达，心气高。陆队长，是亮子。张明礼，泰斗。第12期的学员们，我们来这儿没有别的意思，一来是给大家打打气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习，空军不能后继无人啊。二来，我们是想在你们当中选2、3位同学，和我们组成一支游击飞行队。什么是游击飞行队？没错，中国空军依然存在，而且我们将以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对敌人展开崛起的一战。这也是日后的零式战机在我们中国上空肆虐之后，中国空军恢复元气的重要一步。当然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中国空军不容易啊，我们飞机很少，技术也比不上日本的零式战机，更何况像你们这样优秀的飞行员，更是少之又少。小刘，来，快进来，来。喝点水吧。睡啊。这是干嘛呀？给孩子的。你们训练更需要，快拿回去。已经不上。怎么了？提前毕业。加入游击飞行队了啊！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去桂林。还会回来的。什么叫游击飞行队啊？就是从一个机场转移到另外一个机场，飘忽不定的打击敌人。有样东西你得带上。就在手边上的，怎么找不着了呢？别找了，什么都不需要。不，你需要。打仗怎么回事？我比你强。哎呀，找着了。你看，丈夫死后，既没信没僧没送，你带上了。谢谢。哎，等等。还凉吗？不凉，不凉，挺热乎的。我会为你祈福的。到了那边，别忘了来信。嗯。我可是你们的集体家长啊。是。
空军历史那段最沉闷、黑暗的日子里，一批幸存者不屈不挠地筹备着，他们要为重返蓝天做崛起的一击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对手也在紧张地准备着，准备他们下一个更大的战场——太平洋。 森川将军，我奉命接手指挥102作战。从现在起，陆军将接替海军的任务。我把战场交给你们了，剩余的功课交由你们陆军单独来完成。陆军祝海军航空主力回程一路平安。不，将军，海军不是回程。 而是奔向新的冲锋之路。陆军将静候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佳音。哎，讲。你们圈定的头号目标，已于昨天撤离了中国战场，回东京去了。说什么？森川俊雄跑了。 他跑了呢？要你们他妈情报部门是吃干饭的吗？就这么不打招呼就走了，留下我这个一身残疾、卧薪尝胆的学生。我们本可以按照你们武士的规矩，1对1的较量，可你走了，就这么走了，你太不够意思了。是的，上校已经招来美国人和美国飞机，可是国仇家恨。 是你我之间结下的，应该由你我来了结，不是吗？你就这么走了，算哪门子武士？你应该回来。假如你还是武士的话，你就应该回来。 夫人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夫人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。坐。祝贺你，克莱尔。你看，你走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，只带了一支公文箱，可现在，你却拥有一支整装待发的飞行队。事实上。 尽管志愿队已于本月1日在缅甸冬瓜正式成立，但是距我们整装待发还差得很远。我面临的下一个艰巨任务是训练我的飞行员，将敌人的所有花招告诉他们，并且教给他们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装备，并且如何保全自己。我知道，我听说了，你的飞行队遇到了一些问题。是的。 有几个可恶的家伙闹事儿，在他们眼里只有钱，
我已经把他们开除回美国了。慢慢来，克莱尔。很快，你们就不再会有被雇佣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太平洋波诡云谲，很难说，你们将只为中国而战。明白了。你放心，我会让空军派最得力的人，帮助志愿队尽快成军备战。谢谢夫人，谢谢。高大佐，你看，从这里经过，然后再圆回到这里。进来。高大佐，真对不起，那天我实在太失态了。我就没往心里去。但这件事情，你必须往心里去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听好了，有2种情报，你一旦得到，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哪2种？一是临时飞机，2是操纵临时飞机的人。我会。你们2个都在这儿，那我就开门见山。上校的飞机和人员正在缅甸抓紧训练，一旦完成，就将转到我昆明机场。你们2位要把协助志愿队的工作承担起来。一是要抓紧机场建设，尽快适应40架P-40作战；2是要完善我昆明空中的预警情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阿秀，从现在开始，作为我的私人秘书，必须记录下我对每个飞行员所说的一切。每一次飞行结束后，把我所有的点评或者命令整理出来，在1天结束之前，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整理清楚，然后发放到每一名飞行员的手上。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少校，我会记录你的每一句指示。迪克，你可以起飞了。小时经验的人，所以我要你拿出你的看家本领，让兄弟们都能看到，在一名称职的飞行员手上，P-40的真正性能。好，P-40这家伙浑身都是力气，爱立信引擎，全金属机身，飞起来就像枚重磅炮弹。有谣言说这种飞机是专杀驾驶员的，速度低的时候不好驾驶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在国内就听说了，说它低空时引擎会失灵，稍有不慎就会击毁人马。是吗？哇，这算不算低空？听他废话，得看飞机在谁手上。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使劲！快的！快扳倒他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使劲啊！使劲！早上好，先生们。大家都请坐下，先生们。一看你们的气色，我就知道你们都已经成了掌控 P-40的行家里手。但是，我要提醒你们，能够熟练地驾驶它是一回事，可是用 P-40在战场上作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。你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拿到了一本小册子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迪克，它是一本日本战斗手册，长官。非常棒，请坐。这是日本飞行员的战斗手册。我听
听说日本空军要求他们的每一名飞行员严格遵守战斗纪律，他们必须遵循技术规定，也必须严格的遵守战术规定。为了得到这本小册子，已经有人付出了代价。而事实上，是中国的飞行员主动牺牲了自己，4名中国飞行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为了以示敬重，我们为他们哀悼。谢谢。你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本小册子只是纸上的废话。自从上海首战之日起，我就注意到了这本战斗手册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没有死。我不仅没有死，而且我还发现日本飞行员是全世界战斗纪律最好的飞行员。他们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些纸上的规定从事作战。所以，既然他们按照书本飞行，我就建议你们仔细地研究这本书，一定要像研究我们的圣经一样去钻研它。你感觉到了没？没有轰炸的日子，重庆的天空还是挺美丽。是的。这样的日子有多长时间？从9月2号开始，基本就没有轰炸了。据航委会情报处截获的日本陆军第3飞行集团远藤三郎中将发给大本营的报告说，对重庆的轰炸是对人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，除了徒增对日本军队的仇恨外，不会有更多的收获。因此，远藤将军呈报终止陆军航空队对重庆的轰炸。他们终于变得聪明一点了。近来，我情报监听发现，日本海军飞机在大举南调，不知是何原因。会打起来吗？我是指太平洋。如果那样，那就是根本性的转机。我们将不再是孤军作战，国家就能从此复兴，懂吗？对了，你跟孟师傅说一下，我下一件旗袍的用料可以明亮一点，别再灰沉沉的了。工程进度实在是太慢了。由于前期被日本人炸得比较厉害，原有设施已经都被炸毁。再厉害，能比重庆大轰炸更厉害吗？别的就不说了，就说重庆21兵工厂吧，人员、机器设备4都被炸毁。同志们就把车床搬到防空洞里，日夜不停地加班加点的生产。1年就生产出3万支步枪，10万6千枚手榴弹。听好了，是在防空洞里的。这不行啊！美国志愿队下个月就会进驻这儿，你让人家怎么去打仗啊？必须迅速的改变。那参谋长，你的意思是？重庆反轰炸最重要的一条经验，就是充分的发动民众。就凭你们这么几个人，就干得猴年马月去了。我看至少还需要2万人。我的天，2万人！这昆明上百万人口，调2万人难吗？那倒是。这关系到昆明的安危啊！去找他们省主席要人。这么大事故，要他这个省主席有什么用啊？马上去！你就告诉他，是搅和人的意思。2万人，自带工具、干粮，明天必须到这儿跟我报到。
是。报告，参谋长，人都到齐了。好啊。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出这么一条高质量的跑道，实在是不易啊。接下来的工作，主要是对美国志愿队的后勤保障，再有就是对空情网的加强。美国志愿队的后勤保障呢，我把服务团的哨兵调过来了。至于空情网，重庆的马青兰近日就到。去吧。是。 这是参战的各舰已卸下了所有与作战无关的现场物品。这些东西我已经用不上了，今后也不会再用了，所以我想把它送给将军，做个纪念，请您务必收下。 谢谢将军。比如盛开的樱花这飘逝。是的。
何时离港？就在今天夜里。加藤君，嗨，你比我的12航空队幸运，赶上了这个决定帝国命运的行动。预祝你一切如意。我的航空队不能去珍珠港，只能择日往广州，参加对马来和新加坡的行动了。行了。而我12航空队只能做一片伪装的树叶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明白。山本大将担心，拥有400架的庞大飞行队伍，如果突然从鹿儿岛驻地消失，那必然会引起敌方谍报机关的注意。因此，命令我部迅速调往那里，伪装那里的假象。通讯方面也要保持原来的通讯量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样对您太不公平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别人都是2只手，而我呢？此去必如盛开的樱花之飘逝。